人过世了还能追凶吗？这个女人就做到了。她借人还魂，指认了凶手。这是真实的亡魂指证，就是轰动全美的泰雷西塔谋杀案。1977年2月21日晚，芝加哥消防局接到报警，在松树林大道的一栋公寓里发生了火灾。消防队很快来到，只见公寓里浓烟滚滚，火势猛烈。大火被扑灭后，消防员在屋里发现了一具中年女尸，仔细一看，却不是被烧死的，赶紧报了警。警察赶到现场，看到死者一丝不挂，胸口赫然插着一把厨房用的尖刀。他是48岁的泰雷西塔·巴萨，是附近边水医院的一名呼吸治疗师。由于现场被翻得乱七八糟，警方怀疑是一场随机的入室抢劫杀人案，而且故意纵火，目的是毁尸灭迹。在灰烬中，警察还发现了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写着 Get theater tickets for AS。 拿去调查了一圈之后，实在搞不清楚这个 AS 到底是谁，又回到了起点。警方想从死者的社会关系查起，可泰雷西塔不是本地人，社交圈很单纯，而且性格温和友善，没发现跟任何人有仇，这让警方无从下手。泰雷西塔·巴萨1929年生于菲律宾，60年代来到美国，心怀梦想。他从小热爱弹琴，到美国后半工半读，攻读音乐硕士学位，还免费教儿童钢琴课。现场没有目击证人，也没有留下任何指纹线索，案件的调查迅速陷入了僵局。泰雷西塔躺进了芝加哥的公墓里，真相似乎已经永远被火焰吞噬了。案发5个月后，事情竟然发生了离奇惊悚的转折。泰雷西塔生前的同事护理师雷米开始在工作中看到泰雷西塔的幻象。虽然雷米同样也是菲律宾人，但平常跟死者泰雷西塔只是一般友好的同事关系，没有走得特别近。随后事情变得更加匪夷所思。据雷米的丈夫何塞·丘亚医生说，一天晚上，他跟妻子坐在沙发上，雷米开始精神恍惚，然后陷入了昏迷状态。当他再次开口时，发出的竟然是泰雷西塔的声音。她对着丈夫何塞说：“我是泰雷西塔，杀我的人是艾伦·肖维利。”何塞起初以为妻子压力太大，但泰雷西塔连续3次附体交代细节。他用泰雷西塔的声音说，艾伦是医院的维修工，那天艾伦借口帮他修理电视进了他的家，然后对他施暴杀了他，再纵火掩盖罪行。最关键的是，他说出了一个细节，艾伦偷走了他的珠宝，并送给了他的女朋友。何塞医生听完这席话愣住了，他是医生，不信任何鬼神，所以他继续安抚妻子，没有报警。但接下来雷米又一次变成泰雷西塔。何塞虽然心存余力，但这些话说出了详尽的细节，万一对破案有用呢？想来想去，最后雷米夫妇还是去警局报了案。面对这个亡灵指控，负责该案的警探约瑟夫最初完全不信，摇头暗叹 Ghost? That's ridiculous。 好在他是个敬业的警察，不管怎样，人命关天。而且警方确实走进了死胡同，没有线索破案了，所以他还是找到了这名医院的维修工艾伦·肖维利，问他凶案那晚的去向。艾伦当然抵赖，但警探注意到了他的说法前后矛盾，决定深入调查他。当警方询问艾伦的女友时，
震惊的一幕发生了。警方在艾伦女友身上竟然真的找到了一枚戒指和一条项链，经过泰雷西塔的亲属辨认，正是泰雷西塔失踪的遗物。First thought that came into mind is how can I put this on an official police report? 科学无法解释的是，雷米跟艾伦并不熟，更不可能知道泰雷西塔私密珠宝的样式。这些细节只有死者和凶手才知道。面对铁证，艾伦崩溃了，他承认了自己原本想抢劫，最后演变成谋杀并焚尸的全部过程。除了贪婪和穷凶极恶，他没有别的更好的理由和动机。然而难题来了，法官能接受亡魂指控作为证据吗？当然不能。在法庭上，律师试图以雷米的心态状态做文章，但讽刺的是，正是因为亡灵提供的线索指引警方找到了实体物证，就是死者的私人首饰。雷米作为死者一般的同事，他不可能知道这些犯案细节，只有在现场的凶手和死者才会知道这些细节。最后，法庭得以绕过超自然的部分，判处艾伦入狱14年，罪名是抢劫、杀人和纵火。泰雷西塔案至今依然是心理学和刑事科学圈里争议的话题。One of those bizarre incidents that you don't know is true or not true. 到底真是死者灵魂不散追凶成功，还是雷米的潜意识观察到了凶手的破绽，从而演了一出戏来帮自己的菲律宾老乡呢？无论真相如何，正义得到了伸张。以上就是美国史上最离奇的死者追凶案。我感觉吧，这个案件到最后不算是很 fair， 最后结局有点心寒。凶手艾伦在监狱里只待了5年，因为他表现良好获得了减刑，在1983年自由了，从此隐姓埋名，消失在人海。不知道泰雷西塔在另一个世界里会怎么看呢？是愤怒，还是无奈的宽恕？法律有漏洞，但因果有循环。你相信这世上真会有跨越生死的正义吗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，谢谢。